度，吐槽有风度，测评很鬼畜。这里是主观独立，不用放黑丝科技大咖司机，我是司机小熊。前段时间我们简单体验过小鹏 P7 的外观、内饰和座舱，流畅的轿跑线条配合大溜背，看起来拉风的不得了。但上路之后是不是也这么拉风，还得体验过才知道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出发吧。 全链轿跑 P7 的动力给得很足，全新 P7 搭载自研800伏 X-Power 电驱系统，0-100加速只要3.7秒，这动力属实有点吓人了。所以 P7 在车身质量分配、悬架支撑和轮胎抓地都下了猛料。首先是车身质量分配，采用了超跑同款的中置构型，车身前后质量分配比较平均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头重脚轻，避免在过弯时出现甩尾的情况。再加上重心高度在440毫米。 侧倾也会更小。实际驾驶我们能感受得到 ，P7 的底盘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。其次是悬架，硬件用上了前全铝双叉臂、后5连杆悬架，加液压嵌套应用，加双腔空气弹簧，加 DDC 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，配合 AI 智能底盘，进一步强化悬架的支撑性，在过弯时车身稳定性不错。最后是轮胎 ，P7 采用的是前245后275的运动轮胎组合，能提供稳定的抓地力，驾驶信心给得很足。另外 ，P7 搭载了87英寸 AR HUD， 够大够亮，且指示也很明确，不用分心看中控屏或是仪表盘，常见的7大用车场景都能覆盖，并且新增的跟车目标、踩加速踏板等更多 AI 感知。对于平常用第三方导航容易走错路的小伙伴来说，能清晰看见辅助驾驶的 AR HUD 自然是最强辅助之一了。用不习惯的小伙伴们也不用担心了 ，P7 也配备了8.8英寸的仪表盘，在兼容核心驾驶基本信息的同时，增加了不同模式。说回 AR HUD， 除了辅助驾驶 ，P7 还贴心的加上了情绪调节器。既然都聊到了辅助驾驶，那就不得不说一嘴全新 P7 的 NGP 辅助驾驶功能了，合并了 ACC 能力，并且降低了用户的理解成本。可用速度域升级到0到130公里每小时，支持人机共驾，覆盖城区、高速。这样下来，车主也能更好的应对路上的突发场景。实际体验下来，在城区高速行驶时 ，P7 的识别速度和稳定程度基本没让人失望。来到续航，小鹏 P7 拿出了全系长续航方案，入门版就有702公里续航，还有超长的820公里版本。而且在充电方面，小鹏依旧是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架构加5C 超充 AI 电池。至于自动泊车，对于主打 AI 智能的小鹏来说，自然也是准备到位的，只需要选好车位，下来动动嘴就能让小 P 帮忙停好车，好用程度就不用多说了。而且 P7 还支持哨兵模式，开启后中控屏监测到车外有潜在风险时，就会转向相应的位置并发出警告。 体验一圈下来，全新小鹏 P7 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新鲜有活力。首先是外观设计给到的新鲜感，整车的流畅线条和宽体设计，再加上前脸的贯穿式前灯，可以说科技感十足。如果是银色，可能会有几分赛博朋克的味儿。回到汽车本身，作为轿跑，小鹏 P7 给到了强劲动力和稳定悬架支撑，也能满足车主们需要的驾驶乐趣。长续航也能兼顾家用和通勤的使用。如果你更喜欢能带来新鲜感的纯电轿跑，那全新小鹏 P7 可能会更对你的胃口。本期全新小鹏 P7 体验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留言讨论。卑微司机在线求点赞、求关注、求转发，谢谢各位绅士能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